这个女孩刚一出生就浑身长满金毛，被周围人当作怪胎来看待。但在经历了痛苦和黑暗之后，她逐渐走出阴霾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领域，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。故事发生在20世纪北欧的一个小镇，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，一个怀孕的女人不小心摔倒在了雪地里。还好路过的一个老阿姨及时发现了她，因为动了胎气，孩子很快就出生，但女人却因为大出血撒手人寰。虽然早产，但生下的宝宝却十分的健康。不过奇怪的是，孩子的全身长满金色的毛发，这让身为父亲的格列夫有点难以接受，一度怀疑这莫不是孙猴子投错了胎。如今格列夫不仅要面对妻子的离世，还要照顾这个特殊的女儿，可谓是心力交瘁。趁着给妻子进行葬礼，他让牧师为孩子进行了洗礼，并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艾娃。时间匆匆而过，格列夫作为当地的火车站站长，工作繁忙，不能长时间的照顾艾娃。在朋友的帮助下，格列夫找来了一位孩子早夭的年轻妈妈做保姆。保姆第一次见到艾娃时，也是大吃一惊，但啼哭的艾娃唤起了保姆内心的母性，坦然接受这份工作。某天，送货员来到格列夫家，保姆抱着孩子迎接。在看到那满脸毛发的婴儿后，送货员吃了一惊。回去后的他遇到了报社的记者，将自己见到的事情添油加醋地讲了一遍。记者觉得这是个不错的素材，于是连夜码字将这件事刊登在了头条新闻。第二天，镇上的居民开始对格列夫指指点点，甚至一度聚集在楼下，望着楼上的窗户议论纷纷。为了不让人发现孩子的怪异，格列夫就给保姆约法3章：不能带孩子出去，不能让孩子靠近窗户。可时间一长，因为接触不到阳光，孩子皮肤变得越来越苍白，还经常哇哇大哭。保姆提议白天可以带艾娃出去转转，格列夫答应了。为避免被外人发现艾娃，他买来了一辆婴儿车，并规划了一条出行路线，尽最大可能避人耳目。为了搞清楚孩子的状况，格列夫请来了最好的医生。医生检查过后，发现艾娃除了毛发旺盛以外，其余体征一切正常。格列夫想着把艾娃身上的毛发都给剃掉，医生却表示千万不要剃掉孩子的体毛，不然毛发会变得像胡须一样越长越硬。听到这些话，格列夫落寞地坐在椅子上，内心生出一丝绝望，但他并没有放弃，还是希望以后能够找到治疗女儿的方法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小艾娃已经长成了小女孩，但她每天都被格列夫关在家里，不得外出，每天只能望着母亲的照片打发时光。艾娃站在窗边看其他的小伙伴玩耍嬉戏，心里羡慕极了。可是每当她告诉父亲自己想出去时，都会被关进小黑屋里。每天陪在艾娃身边的只有保姆。很快圣诞节的日子到了，艾娃想去镇上的圣诞晚会看看，但被父亲拒绝。格列夫很清楚，在外面抛头露脸的艾娃会受到何种的对待，于是出于保护艾娃的目的，格列夫才将艾娃关在家里。不过哪个父亲能够承受住女儿的苦苦哀求呢？格列夫最终决定带艾娃去晚会，为此他特地给艾娃买了最漂亮的靴子，保姆也给艾娃买了好看的红色礼服。晚上，格列夫就带着2人去参加了晚会。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的艾娃兴奋地迈着小碎步踏入了会场。艾娃一出现就吸引了全场的目光，孩子们好奇地观察着艾娃，询问着各种问题。表面上大家对艾娃没有什么偏见，但内心却心存歧视。魔术师甚至当场指出艾娃是戴了假头套，成功引起大家的哄堂大笑。艾娃感觉自己受到了愚弄，生气地拿鸡蛋砸向魔术师。格列夫担心的问题还是出现了，他们只能匆匆离开了晚会现场。从那以后，艾娃的情绪越来越负面，变得暴躁易怒，开始打砸家里的物品，发泄内心的情绪。格列夫只能再次将她关进小黑屋。当艾娃被关进小黑屋时，他总是通过想象数字来打发时间。有一天，格列夫的同事弗兰克注意到了艾娃。弗兰克是个电报员，但他对艾娃一点也不歧视，反而觉得她比一般的孩子要更加聪明和专注。弗兰克非常健谈，很快就和艾娃交上了朋友，还送给艾娃一份摩斯电码。艾娃对数字有着天生的敏锐感，很快便精通了摩斯电码，并对格列夫提出想成为一名电报员。得知艾娃悄悄去过电报室后，格列夫非常恼火，完全不顾保姆的劝阻，又将艾娃关进了小黑屋。对于格列夫的举动，保姆也十分愤怒。很快，艾娃就到了上学的年纪，可格列夫始终不想让她在外人面前露面。此时，保姆站了出来，他认为艾娃需要更多和外界接触的机会，需要去和同龄的孩子进行交流。格列夫则对圣诞派对那件事心有余悸。格列夫的一意孤行让保姆失望透顶。他收拾完行李，一声招呼都不打就离开了格列夫的家。可艾娃早就和保姆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为了表示抗议，艾娃趁着格列夫熟睡的时候，悄悄拿走了剃须刀。格列夫看到刮毛的艾娃后大发雷霆，因为重新生长出来的毛发会变得和胡渣一样坚硬。艾娃只想着要保姆回来，
格列夫很清楚女儿的心思，他不得不去保姆家说尽好话，才将保姆给劝了回来。最后格列夫也同意了保姆的要求，送艾娃去学校学习。但学校的生活并非艾娃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放学时，同学们围住了回家的艾娃，不仅粗鲁地推搡着艾娃，扯坏她的衣服，还拔下艾娃的毛发炫耀。回到家后，格列夫问起艾娃学校的生活，艾娃告诉父亲一切都很好。他不敢告诉父亲自己受到的欺负，因为他害怕自己说出来后，父亲就不让他去学校了。学校里的欺负依旧在继续，同学们变本加厉地羞辱艾娃。为了不被欺负，艾娃只能远离学校，一个人坐在湖边学习。时间一晃而过，艾娃已经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，而治疗艾娃的怪病依然没有什么进展。饭桌上，父亲告诉艾娃一个好消息，下个月国内将会举行皮肤病大会，到时候世界知名的医生和学者都会参加，没准在那里能找到艾娃长毛的原因。听完这些，艾娃欣喜不已，自己的病终于有救了。和亲友们告别后，格列夫带着艾娃踏上了求医的火车。在车厢用餐的两人引来了旁人好奇的目光。艾娃已经习惯了，她让父亲不要在意。格列夫从容一笑，心里明白女儿长大了。到站后，艾娃被送进了研究所。晚上睡不着的艾娃在走廊里看到了一个男人，这个男人浑身上下都遍布着鳄鱼般的红色皮肤。男人很热情地亲吻了艾娃的手背，并自报家门。男人名叫安德烈，他邀请艾娃去自己的房间做客。安德烈对艾娃讲述起了自己的经历，他来自于一个马戏团，马戏团里有很多长相和身材很奇葩的人，那些人通过卖丑来博取观众的同情。安德烈希望艾娃也能加入马戏团，因为在团里每个人都是异类，所以艾娃不会受到任何歧视的目光。在那里，艾娃可以享受被爱的感觉，甚至还能结婚生子。安德烈的话在艾娃的内心埋下了一颗种子。次日，艾娃满怀欣喜地来到医学会现场，现场专家们也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病例，对她的这种奇特体貌充满好奇。艾娃被脱光了衣服，站在聚光灯下，医生和专家们对着艾娃的身体指指点点，她就像动物一样被人们肆意的研究，看了半天也给不出任何意见。很快，忍受不了的艾娃昏死过去。她告诉父亲自己太累了。格列夫二话不说，带着艾娃纷纷离开。经过这件事，艾娃更加痛恨自己的身体。回到家的她踩碎了母亲的相片，哭着问妈妈为什么要生下自己。她已经感觉到了绝望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身为站长的父亲受到了上面的调查，原因是有几笔公款不知去向。原来格列夫为了治疗女儿的疾病，私自挪用了公款。格列夫无法解释，只能向对方保证自己会查明一切。对方暗示格列夫，他可以找一个人顶罪。格列夫思来想去，找到了电报室的弗兰克。弗兰克当然不愿意背锅，但格列夫搬出了艾娃，直言如果自己被抓了，艾娃怎么办？他还需要这个家。格列夫的一番话终让弗兰克妥协。慢慢的，格列夫也老了，身体每况愈下的他住进了疗养院，艾娃也陪着一同住了进去。在这里，艾娃和一个画画的女人成为了朋友，两人无话不谈。艾娃很羡慕女人的样貌，女人却告诉艾娃，再漂亮的脸蛋儿也终究有老去的一天，她不应该因为自己的样貌而感到自卑和沮丧，相反，她要好好利用这一点，活出别样的人生。听完这些话，艾娃陷入了思考。回到火车站，艾娃发现弗兰克不见了，她到处寻找，却怎么也找不到。原来弗兰克替格列夫背锅，主动辞职离开了小镇。艾娃追着弗兰克的车求他留下，可火车还是渐渐远去。弗兰克满脸无奈地看着他。从此，艾娃的生活彻底陷入了无助的孤独。艾娃明白，父亲才是罪魁祸首。父女俩大吵了一架，格列夫满口的为了你好，让艾娃失望不已。夜晚，艾娃伤心落泪，他和父亲开始了冷战。为了哄艾娃开心，格列夫带着艾娃去看了马戏团表演。台上各式长相奇特的人一一亮相，连体的双胞胎，长不大的侏儒，巨人症的光头，应有尽有。看着周围人拍手叫好，格列夫的内心不是滋味，但艾娃却乐在其中，因为这些人和他是同类，从同类中他更能找到认同感。隔天，马戏团团长亲自登门拜访，他看中了艾娃的与众不同，表示想要带走她，可格列夫坚决不同意，将团长赶出了家门。这时的艾娃想起了安德烈的话，在留下一封告别信后，艾娃跟随着马戏团一同离开了。很快，艾娃便和马戏团里的人熟络起来。在这里，大家谁也不会带着异样的眼光看人。他认识很多新的朋友，每天都过得很开心。他跟随着马戏团走南闯北进行表演。他站在台上，没有人在意他人的目光，而是竭力地在观众面前展现自己。他把赚取的每一分钱都存了起来，并利用闲余的时间研究数学，提高自己的学识。
他就这样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坚持着。终于在时机成熟后，他收拾起了行囊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马戏团。此后，艾娃利用赚到的钱在巴黎进行深造，最终靠着自己的天分和努力，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，成为了一名数学教授。他的数学研究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当他面对台下众多顶级数学专家进行演讲时，他赢得了满堂的掌声。现在的他丝毫不在乎别人的眼光，他还将自己全身的金色毛发风趣地戏称为那是最昂贵的皮革。而那些认识他的人，没有人在意他的外貌，而是充满了敬佩和尊重。可没过多久，艾娃就收到了一封老家的来信，说他的父亲因病去世了。艾娃知道后很伤心，她再次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。她见到了早年照顾自己的保姆，保姆认出了艾娃，重逢的喜悦溢于言表。在平静地参加了父亲的葬礼后，艾娃又送了一瓶法国的高级指甲油给保姆。临别之际，保姆转交给艾娃一份画册，说这是他父亲在死前特意留给他的礼物。回去的路上，艾娃翻开了相册，里边都是艾娃各个时期的照片，没有任何美化，就是他原本的样子，都是父亲亲手画的。这一刻，艾娃终于理解了父亲，虽然偏激，却是满满的父爱。艾娃潸然泪下，火车驶向艾娃的新生活，驶向了美好的未来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从备受欺凌的女孩，再到自信自强的成年人，艾娃一路走来，有太多的辛酸和泪水。好在风雨过后终见彩虹，她找到了人生的意义，也从此获得了幸福。其实生活中的人们也少不了这个挫折与遗憾，一味的躲避带来的只能是嘲笑和讽刺。只有勇敢面对，相信自己，明天才会更加的美好。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